大家好，我是云飞。前几天红米更新了他们的 Note 14 Pro 加，挺多小伙伴都心动了，咱当时也去开箱了。然后我发现这个镜头的配置还挺像小米14的，我还挺想测测的。当然苦于没有机子，小伙伴们就送上门来了。我们小伙伴提了一台，然后国外的粉丝也叫我帮忙买了一台，首发还送蛮多东西的，耳机、充电宝，然后有很多的权益，所以这就先来一期嘛，可能是最适合谷歌相机发挥的场景，它来了。那么点说长，我们先来开始今天的正片。这个手机一流的手感，前后双康宁大猩猩玻璃，讲真，这个机身的手感真的很像我们的一位故人小米10 Pro。哎，我这不拿出来不要紧，一拿出来发现这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机身大小几乎一致，屏幕曲线、后盖曲线也没有啥太大的变化。我有理由怀疑，这就是拿小米10 Pro 的模具出来改了一下，调整了一下，就变成了现在的 Note 14 Pro 加，甚至性能也都差不多是个870的水平，这点是大家说的比较多的一点。但你想，如果性能这也上去了，K 系列还怎么卖？所以它在我看来，把极致的防护性和影像搞好就挺不错了，就是适合大部分劳动人民的手机。极致的保护我就不测试了，在发布前已经有很多测试视频，我们知道耐摔、防水等级高，它就 OK 了。不过还是建议大家带保护壳使用，毕竟真实手机摔坏是各种奇怪的场景，多一层保护总归是好的。而影像方面，我个人觉得为了照顾这颗不算强大的芯片，为了快速的成像，Pro 加的影像效果是比较中规中矩的。原相机并不能完完全全发挥这颗镜头的实力，毕竟用了光影60800、K70 Pro 和 CV4 Pro 也都用了这颗主摄，所以拍摄出来的效果按道理应该是非常哇塞的。长焦也和小米14一样采用了GN1，这不就是小米14轻松版嘛？但处理器的性能比较一般，所以呈现出来的效果也比较平常，而且有红米祖传的问题，会有一部分的锐化。毕竟要短时间内出片快，那么有没有办法让镜头发挥出极限的性能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选择用时间来换取质量。按照惯例，谷歌相机，我们先简单安装一下谷歌相机，因为是骁龙处理器加类似小米14的镜头配置，所以我们直接用小米14的配置就可以了。那么我们先来快速的安装一下。好，我们现在来安装一下谷歌相机。一般来说，我们下载完成之后，都是在系统的 Download 文件夹下，一个是谷歌相机通用的安装包，一个是小米13、小米14的一个配置文件。然后我们先安装它，继续安装，仍然安装，我们安装一下。好，安装完成之后，我们需要先打开一下它，因为它需要在这里创建一个文件夹，然后点击这里，我们选择都允许啊，然后这里所有文件的管理权限一定要开。好 ，OK， 开完之后返回，那这里边我们就可以完成啊。这边先不用管，因为现在是没有加载任何配置文件的，我们需要把配置文件放在这个文件夹里面，把它关掉，先刷新一下，这里就会出现一个 AGC 8.4，我们进去，在这里面新建一个文件夹 ，config 确定，然后我们把这个配置文件移动到这个位置。8.4 config 4移动 OK， 这就好了啊。然后我们再进去到谷歌相机里面，在这里加载配置，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有这个配置文件，把金融镜头打开，加载一下，这就好了。然后水印的开关在这里，这个小相机这里切换对应的配置文件的模式，我一般会选择徕卡灵动，它会重新加载一下。然后我们再去设置一下对应的水印，进入了设置里面，这里有个水印设置。现在是一个徕卡水印，水印图标我们选择徕卡，然后背景的话黑白自己选，文本的话现在目前是默认的是小米14，我们可以换成自己的型号 ，OK 确定，然后它又会重新加载一下，这里黄色就是水印打开，然后现在是水印和灵动，然后这边就是1倍、0.6倍和2.4倍。完美，安装完成之后，我们来试试它的效果。我们先来试试谷歌相机对于原相机的提升有多大吧。我们就先到一个植物园里面去，然后我们拍摄一些我们比较常见的植物的绿色的一个场景。然后后面的话，我们再去室内、室外拍摄一些对比，然后给大家仔细的看一下它们的区别啊。单从色调上来看的话，其实Note 14 Pro 加这个颜色表现已经挺不错的，但是我们用谷歌相机的一看，其实我会觉得谷歌相机的这种润的色调，就是这种偏暖一点点、稍微暖一点点的色调会更适合一点。我们再看下一张照片啊，我们现在就先不看细节，我们直接看这个照片的一个对比。这张照片我是把谷歌相机的徕卡模式开到了鲜艳，所以它这个
饱和度、对比度什么的都是比较高的状态，所以这个我觉得会稍微有一点点过。同时 Note 14 Pro 加它本身的相机主摄，它拍摄出来的这个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然后第3张还是一个鲜艳模式，但是这个鲜艳模式对比于这种场景来说，我会觉得比 Note 14 Pro 加的会更好一些。然后现在我们来放大来看一下它们的一个区别。放大后我们可以看到，谷歌相机的细节和原相机的细节真的差距是非常大。当然，这是主摄使用光影认证800它一个差距啊，这个我觉得还是蛮符合我的预期的啊。这张仙人球的照片更是把它们二者的区别展现的比较的透彻啊。这次还是使用的徕卡的鲜艳模式，从这里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谷歌相机的徕卡模式它确实是把各个层面的这个颜色都给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呈现了出来，它会给我们一种这个照片是 P 过的这种感觉。而Note 14 Pro 加它原相机拍摄出来的这个颜色，它就会还是偏平淡一点。然后它们二者再放大来看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细节上的一些区别。就比如说这个绒毛来说，谷歌相机会更偏向于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锐化，而原相机的话，它就会稍微多一点锐化，这种毛茸茸的感觉就没有谷歌相机来的那么足。在这个场景里面，谷歌相机应该是可以把原相机碾压的。然后我们还是来看一下它的细节啊。从细节上来说，谷歌相机这张我觉得这个颜色的话就有点过，因为它这个细节比较多嘛。我是拿得远一点来拍的话，然后它这边谷歌相机颜色拉的就有点杂了。光感上来说，其实我觉得还是原相机会好一点，那种淡淡的感觉。好，这张照片的光感你会喜欢哪一张呢？我个人来说肯定是偏向于谷歌相机的啊。然后我们把它放大来看，这里就可以比较明显的体现出来红米原相机的一个不足了，它是会把一些细节以锐化的方式来呈现，而谷歌相机的话，我们都知道它一开始的初衷就是去锐化嘛，然后它们俩放在一起，我们就会发现，不管是叶片它那种纹理也好，还是茎干它这个绒毛也好，都是谷歌相机它这个感觉会更柔和一点，也会更舒服一点。这就是我们一开始为什么要选择谷歌相机的原因啊，因为这个所谓的非旗舰机，它这个锐化在以前来说是比较严重的，现在已经好了一点啊，但是我们依然能够看到这里面的区别。以上是主摄的一些对比，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 2.4 倍的一颗长焦，它会表现怎么样呢？其实说实话 ，Note 14 Pro 加它这颗 GN1 已经被小米调得非常不错了。这样实际对比下来，其实我觉得这个长焦它好像也并没有说有什么巨大的提升，对吧？我们看这张照片，它其实这个色调的话，我会更喜欢原相机它直接拍摄出来的这种感觉。那我们继续看下一张啊，这张仙人掌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谷歌相机它还是体现出来了一些优势的，它依然是以更高的对比度和更讨喜的颜色，比较的吸引我啊。然后我们再看一个绿色的植物，这个其实我倒是觉得，柔和模式它这种感觉会更加倾向于自然状态下的那种感觉，但是我们一放大来看的话，就会发现，谷歌相机它怎么好像还没有原相机清晰呢？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一个点啊，谷歌相机因为它使用多张照片堆叠，所以它的这个快门速度是比较慢的。而且因为 Note 14 Pro 加的长焦它没有光学防抖组件嘛，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它就会造成这种情况，就是拍糊了。因为这个快门速度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是1/16秒，已经是非常慢的一个快门速度了。所以这就是这台手机它的一个摄影方面的一个缺陷所在，长焦它是没有防抖的。所以在我这个阴天的情况下，不管是这张小草还是下一张这个扶手，我是专门在室外拍了一下，你看原相机它是可以100/1秒，而我们的谷歌相机它是要25/1秒，所以这里面这个快门速度的差异就是造成它们成像质量的一个区别。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个点，也是大家在日后使用谷歌相机提升画质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如果天气不好的话，我们还是使用原相机来拍；天气好一点的话，光照条件比较充足的话，我们是可以使用谷歌相机来拍摄的，这点需要大家注意一下。或者你不在乎成像质量，你只需要它的那个氛围感，这样的话，我觉得其实你可以在一些不那么需要快速成像的时候去使用谷歌相机，它绝对会给你带来一些小小的震撼，真的非常不错。然后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在光照情况良好的话，它是可以把我们的这个2.4倍提升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就以这张奶茶的广告来说，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细节啊。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色彩还是细节，谷歌相机都是吊打它，好吗？你看，谷歌相机这会儿快门是来到了248分之一秒，而原相机是164分之一秒，所以谷歌相机是定格到了这一瞬间，所以它是非常非常清晰的。这个时候它堆叠出来的照片，细节上来说就是可以暴打原相机了。接下来我们就简单看一下主摄在其他场景下拍摄的一些照片，大家自己看一下它们的对比就行了。细节的话就不放了，主摄的话还是非常 OK 的。都说是小米14的青春版了，那么来看看对比小米14的徕卡生动是个什么效果。首先还是我们的室内场景啊，这个瓷器大家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它们3个的颜色倾向都是不一样的。我个人来说会最喜欢小米14的，其次是Note 14 Pro 加它这个谷歌相机的，最后是14 Pro 加原相机的。这个区别大家应该很明显能够看得出来啊。我们继续来看下一张，这个的话同样是小米14颜色最正，其次是 Note 14 Pro 加谷歌相机，然后是原相机。原相机的话，它是会有一点点偏粉，然后整体的话会更淡一点点，就是它的对比度会更淡一点。我们可以注意看它的暗部的一个细节和暗部的一个倾向啊。然后这张的话，其实谷歌相机这个表现就不是很好了，因为它整体来看的话，原相机和小米14的徕卡生动，它会更加倾向于我们人眼看到的，同时也是优化的比较好的。而谷歌相机对于这个场景的识别应该是有一些问题的。再到这个萃取的场景，我个人认为啊，它这3个我都挺喜欢的。也就是说，其实红米 Note 14 Pro 加它这个长焦，它对比小米4的在这个3.2倍，它其实真的没有说落后太多，确实也挺有味的啊。特别是这个9来说，我们谷歌相机的这个鲜艳模式，它确实和小米的徕卡生动会有一点相像，这个是真的非常不错。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各有各的风格，但小米14和谷歌相机的徕卡鲜艳是比较接近的，就是这个对比度，然后这个颜色的倾向，它是比较接近的，我会很喜欢。然后这个凳子的话，同样是那个问题啊，谷歌相机它依然是会有点过度了这个，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Note 14 Pro 加原相机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然后这张照片的话，我个人会觉得谷歌相机这个还原的非常不错，当然肉眼看的话，它是接近于小米14这个感觉啊。然后后面的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对比，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了为什么我要说红米 Note 14 Pro 加它就是小米14的一个青春版了。确实颜色和色调还有成像的一个质量，它是比较接近的。从整体来看，谷歌相机可以大大提高它的影像能力，不过依然会有一些场景不太推荐，比如暗光的情况下，它的长焦没有防抖，使用谷歌相机的成片率是比较低的，因为快门的速度比较慢，稍微抖一下画面就不清晰了，然后需要快速抓拍也不太适合。除此之外，谷歌相机是可以拉小 Note 14 Pro 加和小米14的区别，特别是在色调上，细节也会比原相机好很多。对于不喜欢过度锐化的朋友来说，谷歌相机就是必备的。其他方面我还没有详细体验，目前体验出来的就是续航真的是有点东西啊！拍摄了半个多小时才掉了4%的电，用了1年的小米14，它是少说掉了9%，这点是非常不错的。其他方面你们可以留言，相信也有蛮多购买的用户一起来讨论讨论吧。
本期视频带大家了解了 Note 14 Pro 加的影像能力，确实是非常适合谷歌相机，也确实有点小米14青春版的意思。买了的赶紧去试试吧，真的非常哇塞！如果有什么想我测的产品，也欢迎留言。我是云飞，记得点赞收藏。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